沙利文扬言要采取一切行动，确保不会发生武统。美国无力阻止中国统一，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12月7日，备受关注的美俄首脑视频会议举行了，拜登与普京就乌克兰局势等议题进行了会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除了俄罗斯会不会进攻乌克兰这个热点话题以外，台海问题又被再次提及。有美国记者问说，美国政府是否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局面做好了准备？沙利文回答，从所谓的威慑和外交的角度来看，美国将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行动，尝试避免入侵，确保刚才描述的台海局势永远不会发生。这是我们当前政策的目标，是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沙利文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出现中国大陆武力攻台的情况。沙利文总算说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威慑和外交等手段来阻止中国大陆发起武统的行动。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呢，美国现在和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所要达成的目标，肯定是一直要让两岸处于分裂状态，通过打台湾牌对两岸分别敲竹杠。问题的关键不是美国想要什么，而是他如何来达成这个目标。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大势所趋，未来要么和平统一，要么就是武力统一，或者呢以武促统。而且我们有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会不会对台动武，恐怕不是美国所能够决定的。美国政府和美军对武力干涉台海的问题始终保持模糊政策，仅仅明确了要让台湾地区当局拥有所谓的自卫手段。美国的模糊政策依据的就是所谓的美国国内法，为美军留好后路。他最终敢不敢介入台海问题，取决于中国军队的实力。就像这次拜登和普京在会谈中谈到的乌克兰问题一样，在会后呢，他明确地对记者表示，美国不会出兵保卫乌克兰。为什么？因为他一旦出兵和俄罗斯正面对抗，恐怕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距离遥远的美军很可能以惨败收场。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不可能给乌克兰吃一个定心丸，说美国在俄乌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一定会派兵来支援乌克兰。其实对台问题也是这样，真正面临武装冲突之后，美军会做什么样的决策，这恐怕才是现在美军决策的关键点。随着中国国力和军力的不断强大，美国在未来会发现一个现实，台湾问题不再是美国讹诈中国大陆的一张王牌了，反而会因为台独分子的挑衅，让美国面临两难的选择。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面临的就是类似的选择，而中国大陆很可能通过逼统的方式实现两岸的统一。说实话，只要中国大陆认定和平统一无望，那么就会在自认为有利的时间节点要求台湾地区进行统一谈判。如果台独分子不配合，那么就有可能发生武统或者是逼统的情况。两岸统一是事关中华民族崛起的大事，所以中国没有退路。一旦出现中国需要武统的情况，无论美军介入还是不介入，都不可能阻挡我们的武统行动。那么如果美军敢介入，最终的下场和结果恐怕是很凄惨。那么美国如何才能避免两岸发生战争的情况呢？第一，在短期内，美国一定要压制台独活动，以避免台湾地区当局踩红线的情况发生。因为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是擦枪走火，后果美国就必须掂量掂量了。从长远的角度看，美国要想在
台海问题上抽身，那么只有采取一个办法，就像他这次出卖乌克兰的利益那样，促成两岸完成统一的谈判。因为一旦两岸完成了统一的谈判，美国就可以不介入战火，他也不会遭到损失。当然，从骨子里讲，这是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但是，打还是不打，介入还是不介入台海的问题，这个美国必须面对。因为这个两难的问题怎么解决，美国的那些政客必须拿出智慧来，否则最终美国的利益是受损的，而不是获益的。尽管现在不统不独对美国来讲最合适，但是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面对这样的大事，美国采取什么样对策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